医生，我孩子昨天又开始鼻塞流鼻涕，这回是感冒还是鼻炎、鼻窦炎呀？今天早上起来，孩子咳了好一阵儿，还流很多清鼻涕，这我怎么分辨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呢？如果这个时候您来问我这个问题，作为一名从事临床工作10多年的耳鼻喉医生，粗略一算，光是线上问诊交流过的老父亲、老母亲就有大概4、5千。很多家长都想在孩子刚开始出现不适症状的时候，赶紧弄清楚病因到底是怎么了，因为大家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担心。我不知道孩子得了什么病，那我怎么知道怎么治呢？家长带孩子来看病，想要知道一个答案，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这是给医生出的一道非常合理的题目。咱们医生在给孩子诊断疾病的过程呢，也跟做题一样，通过已知条件排除错误答案和干扰项，一步一步的就能得出正确答案。那么有些疾病的诊断呀，就像1+1=2一样简洁明了。比如说，当我们高烧不退的时候，做一个流感的快速抗原检测，如果是阳性，那就可以诊断流感。但是有些疾病的诊断呢，就没有这么容易了。指向正确答案的那些题目中的条件呀，它不是一次性给出的，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一个冒出来的。只有集齐越来越多的已知条件和线索，我们才能越来越接近正确答案。那么，当面对一个鼻塞、流鼻涕、咳嗽的孩子，医生怎么知道这些症状背后的答案是感冒、鼻炎还是鼻窦炎呢？最主要的是看4个字：病程特点。感冒呢，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自限性疾病，它的病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症状的变化，比如说病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发烧，病程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会有鼻塞，鼻涕呢可以从清鼻涕到浓鼻涕，然后再到清鼻涕，咳嗽呢可以从干咳到痰咳，然后再慢慢的好转。在没有任何特殊用药的情况下，感冒的各种症状呢，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，一般是7到10天，迎来拐点，开始好转。鼻窦炎的主要特点呢，是感冒以后的这个鼻塞呀、浓鼻涕呀、痰咳呀这些症状持续10天以上，而没有明显的好转趋势。咱们成年人呢，比如说咱们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们，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体验。感冒期间，有的时候会有那么几天，鼻涕又黄又绿，喉咙总是有痰，鼻子呢也不通气。咱们的孩子如果是像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持续10多天还没有任何的一点点好转趋势，那我们很可能就要考虑鼻窦炎发了。那么至于过敏性鼻炎呢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过敏性鼻炎的这样一个体验，但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，咱们感冒第1天是什么感觉呢？很多人都会有鼻子痒啊，频繁的控制不住的打喷嚏呀，鼻子不通气呀，不停的流清鼻涕的这样一个情况。这种状态如果持续1、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，一天天观察下来呢，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每天都跟感冒第1天的情况很像，那就要考虑，这可能不太像是感冒，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呢？认真听到这里的家长可能要说了，医生你这么说，那这3种疾病听下来区别很明显呀。那可不是的，如果是在孩子刚刚出现鼻塞、鼻涕、咳嗽不到3天，您带孩子来看医生，哪怕我刚才讲的这么头头是道，这个时候您来看我也分不清楚孩子到底是啥情况。不信咱们来看看这个图。如果咱们光看前3天，是不是太像了，对吧？傻分不清楚。这个就跟做题一样，给的已知条件太少了呀，这题目真的没法做呀，是学霸也要摔笔的程度。那么怎么才能把题目解出来呢？医生这个时候如果评估孩子的精神状态是不错的，各项生命体征，比如说呼吸呀、心率呀、血氧饱和度呀，都挺平稳的，那咱们就可以再观察几天，让子弹多飞一会儿。随着病程的进展，越来越多的已知条件逐渐的浮出水面，咱们的答案才能越来越清晰。是不是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呢？所以呀，当孩子刚开始鼻塞、流鼻涕、咳嗽的时候，除了一些症状非常典型的疾病，比如说流感呀、新冠呀，可能会有非常剧烈的高热，有些孩子会有肌肉酸痛。那大部分情况下，医生确实很难知道孩子到底怎么了。要观察这么久，真的不会耽误病情吗？鼻窦炎不及时吃药，不耽误病情吗？